在4月7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动就当前美国国务院方面屡次散播谣言，制造我国涉疆问题，恶意引发国际舆论，直接进行了驳斥，并很干脆地指出，美国炮制的所谓新疆问题，本质上是为了转移自己的国内矛盾。美国社会当前人权状况已经到了极度恶劣的地步，美国自己在边境对难民实施集中营式的管理，放任国内社会攻击少数裔人群，美国的人权卫士已经破烂不堪。需要注意的是，此次新闻发布会上似乎也是对西方国家一而再再而三的污蔑造谣，忍无可忍。我国外交部主动出击，列举了美国为了自己人权遮羞布对世界犯下的5大罪状。据赵立坚介绍，第一宗罪，殖民主义。从北美殖民地到美国建国的西进运动，美国历史上长期对北美的本土人种进行有计划、系统性的清洗和杀戮，这是典型的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从有统计的15世纪末来到上世纪初，印第安的人口数量从500万左右仅剩下25万，此后美国甚至不敢进行相关数据统计。第二宗罪，种族主义。美国国内长期存在一种持续性、系统性的歧视。联合国相关调查早就指出，美国国内社会有着严重的人种歧视情绪。在疫情爆发之后，美国国内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更是飞速发展。第三宗罪，输出动乱。从本世纪初开始，美国就借着反恐名义到处发起军事行动，这其中以中东最为严重，因为美军的军事行动前后导致了超过80万人无辜丧生。因为美军等联军的军事行动，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一系列中东国家长期陷入战乱，数千万人成为难民，美国的输出动乱军功伟制。第四宗罪，干涉主义。美国长期以人权卫士自居，无视他国主权和联合国宪章，对其他国家肆意制裁攻击，严重损害了该国人民的人权状况。第五宗罪，双重标准。美国无视自己恶劣的人权状况，却为了攻击中国恶意编造、篡改真实资料和信息，强行给中国扣帽子，自己国内的社会矛盾严重，相关案件层出不穷，却自欺欺人的造谣，指责其他国家国内事务。也因为此番类似矫文的公开表态，引起了我国网友的热烈讨论。有网友就指出，迟早有一天，历史会审判美国今天犯下的所有罪行，正义可能会迟到，但终归不会缺席。据乌克兰官方在4月8号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天慰问了目前正处在敏感时期的乌克兰东部前沿阵地。同时，乌克兰总统也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短消息，在当前艰难的时刻将和乌军士兵在一起。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对外声称，总统前往一线战地访问是为了评估当前的真实情况，了解士兵们的现状，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这其实也就是去前线鼓舞士气。有观察人士指出，在当前敏感局势下，一国最高领导人慰问前线，也就基本上是在做战争动员。当前局势下，俄乌矛盾快速升级，乌克兰已经在1周时间里多次就边境问题连续大动作。一方面，除了乌军大规模装甲部队调动外，北约3.7万人的部队已经入驻克里米亚前沿。另一方面，乌克兰又公开声称退出之前与俄签订的明斯克协议，不再考虑用谈判的和平手段解决问题。此外，还有俄媒声称，美军多架运输机秘密抵达乌克兰，疑似在乌部署战术导弹，随时向俄发起攻击。对于目前的情况，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分强硬地警告，当前局势是由北约和他国势力长期干预插手的结果，俄罗斯不会首先动手破坏地区和平，但是如果乌克兰敢在顿巴斯率先动手，那就将是乌克兰的末日，这其实也相当于是最后通牒了。可以说，从当前情况看，乌克兰已经打算孤注一掷，通过借北约这个东风向俄罗斯报仇雪恨。然而，双方一旦动手，显然不是乌克兰可以简单应付的。北约是否会退缩，导致整个东欧陷入战火，从而引起大范围的全面战争？此事也引起了欧洲不少国家的担忧。德国总理8号当天就提议，俄乌双方可以暂缓对峙情况，避免局势彻底失控。不过，遗憾的是，这番话显然没有起到太多效果。在社交媒体上，有乌克兰网友上传了关于自己在火车站附近看到的一些情况：军用列车正在将一辆坦克运往前线，其中乌克兰陆军的主力装甲 T64B 主战坦克和 2S1 自行火炮一眼望不到头。与之相对的，在克里米亚地区的网友也上传了一些视频，在克里米亚地区也看到俄军正在用列车运输 T72B3 坦克。
疑似这些装甲单位都来自于俄罗斯第8集团军麾下的装甲师。显然，战争的前奏已经吹响，就看乌克兰是否会随了美国人的愿，将俄罗斯拖入战火之中。据俄罗斯媒体的消息，俄军南部军区的特种作战旅正式全部换装新的 AK-12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根据俄国防部的规定，该特种旅是最早用 AK-12完全取代 AK-74M 的军团之一。在为期3年的合同内，卡拉什尼科夫公司计划向俄陆军交付总计超过15万支 AK-12和 AK-15突击步枪，而这些枪械大部分会交付南部军区。很明显，俄军选择此时加速换枪，是为了应对目前非常严重的乌克兰局势。在以往，俄军最重要的战略方向是西部地区，但如今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无论是高加索、黑海、克里米亚还是东乌，目前俄南部军区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前线，所以新枪优先装备给南部军区也是情理之中。那么 AK-12步枪是否能有效提升俄军的战斗力呢？毕竟曾经同为前苏联军队的乌克兰陆军手里的也是卡拉什尼科夫的步枪。根据卡拉什尼科夫公司的说法 ，AK-12具有更高的射击精度，枪管寿命则更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计。它具有3种发射模式：单发、自动和3发点射。关于安装了可拆卸的枪口制动补偿器，可以有效降低武器的噪音和枪口焰。枪托是可折叠的，长度可调。AK-12突击步枪于2018年开始服役，如国防部先前所述，在军队中它主要替代 AK-74M。新武器依然采用5.45乘39毫米弹药，武器长度880到940毫米，折叠枪托后长690毫米，不带子弹的重量3.5千克，射速每分钟700发。早在10年前，即2011年 ，AK-12的研发就已经开始后，在开发和测试阶段，样枪面临着各种困难，导致新枪长期未定型。2012年1月 ，AK-12突击步枪首次向公众展示。同年 ，AK-12突击步枪与 AK-103一起参加俄罗斯未来步兵勇士武器的竞标，但在竞标中 ，AK-12意外地输给了捷格加廖夫工厂的产品。在2017年，新一轮比较测试开始了。卡拉什尼科夫的关注者提交了 AK-12突击步枪和基于该突击步枪的 AK-15产品，后者为7.62乘39毫米口径。据报道，新版本的 AK-12表现得很好，前景不错。随后，国防部才宣布，该枪可在2018年开始批量生产。AK-12会进入地面部队、空降部队以及海军陆战队。其实从结构来看 ，AK-12只是一种拉皮版的 AK-74，它采用了活塞短行程导气方式，后坐力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机甲盖顶部安装了皮卡丁尼导轨，终于可以使用各类新式瞄具。应该说，其性能相比较 AK-74提升明显。但如果与竞争对手相比，则没有任何优势。捷格加廖夫工厂的 A545和 A762步枪采用了反冲平衡后坐原理，枪机上有一个对置活塞，可以有效地平衡后坐力，大大提高了连发的精度。目前该枪得到了特种部队的好评，进入俄军各大特种部队几乎没有任何问题。但它过于复杂的结构还是有很多人担心，用于大规模装备部队后会出现问题。其次，最重要的是它的造价要高于 AK-12。AK-12目前曝光的成本仅15000卢比，大概是1500人民币，可以说是白菜价。对于此时遭到欧美堵截的俄罗斯而言，钱怎么分可能都不会够用。所以接下来俄军恐怕会继续接收 AK-12步枪，继续延续俄军廉价步枪的传统。追平世界先进水平似乎是不可能了，或许只能靠前线士兵的射术来追平了。